无疑问，Mutsumi Mortis 是莫吉卡中最具争议的角色。他们剧烈、矛盾、荒诞、悲壮的戏剧化冲突贯穿了整一个剧集。在穆兹米坠亡，莫蒂斯试图扮演穆兹米这样失败，而后众人又决定重组阿贝穆吉卡的时刻。其他4人都似乎在一段时间的迷茫之后已然重拾决心，唯有莫蒂斯低头沉默不语，心事重重。也许在此刻，他就像曾经三番几次说请各位把人生交给我的 Saki 一样，对自己身上所背负的东西后知后觉。随之而来的迷茫和焦虑不仅淹没了 Mortis， 也像是幽灵一样自始至终盘旋在穆吉卡成员们的头顶。但不管怎样，这种持续不断的焦虑终于在此刻稍微停了下来。而在这个喘息的间隙，我们得以从头开始审视这种焦虑到底从何而来，意味着什么，又为什么难以解决。在这个视频里，我将从这一点出发，层层深入关于穆吉卡角色，尤其是穆兹米的生存状态、意义危机，并依次解开隐藏在穆兹米酱和莫蒂斯身上的存在主义密码，看清在关于生命和死亡的这一命题上，他们到底展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又给出了怎样的答卷。我们或许一直以来过分忽略了最初几幕舞台剧中关于人偶的生命、存在的意义等话题，如同回旋镖般在未来击中所有人的预言对于理解整个故事的重要性。生命这一事物，从基本原理上来讲，其存在本应是由自身决定的。如果你有心跳、脉搏、体温，你的身体在运转，那生命就存在，反之则不存在，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在假面舞会的世界观里，生命的存在与否被决定性的与一些外界因素关联起来，友人的眷恋、主人的宠爱、天象显现的时机，一如被提着线的人偶。可以说，他们将自己的生命拱手相让了，尽管是否有相让这个动作还需进一步确认，但也不需要太久。因为在第2话中，众人摘下面具后的第1场演出里，我们就看到了对于人的自由的否定倾向。在这场演出中，Nyamu 饰演的 Amolis 捂着失去面具的脸说：“还我可爱的大眼睛，还有那美丽弧线的嘴，这根本不是真正的我。”这难道不是在说自己更向往戴上面具的人偶形态吗？而 Saki 的回答更是与第1话演出中月亮能唤醒灵魂，让被抛弃的人偶短暂拥有自己的意志的论断有冲突。我们当然会习以为常地认为灵魂和人的自由意志是值得去追寻的，但当鸟母期望月亮能让自己的灵魂重焕光彩的时候，乌米里和 Saki 的台本却回应道：月亮无法治愈任何人，它还会将你逼入绝境。这些信息结合起来，似乎将人类与人偶的地位倒置了，即被赋予丝线和面具的人偶并非象征的束缚，反而是令人向往的。而人类若被赋予自主性，并不将如预期般获得解救，这反而是一种惩罚、诅咒和毁灭。当我们将这些信息与后续的剧情联系对比，就会发现，并不是丝线主动控制人偶，而是人对丝线的控制和束缚有着需求。这并不是一种健康的关系。鸟母心甘情愿地将自己锚定在穆兹米的阴影之下，因为这种仰慕、嫉妒、爱欲混合的情感的烈度，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感受不到。爱是看不见底的悬崖，你必须使用坠落的身体去丈量深渊的距离。同样的，无论是穆吉卡解散后麻木解离的 Saki， 时刻想把自己的时间表安排满的乌米里，还是在穆兹米酱死去后错愕的 Mortis， 都说明了没有负担、无所背负的自由一点也不美味，反而是苦涩的。焦虑是自由的眩晕，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人拥有自由，就像在悬崖边行走，每走一步就要面临跌落的风险。这种近乎无限的可能性让人感到眩晕。因为你活着，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你必然要选择你如何存在。虚无迷茫或者眩晕焦虑，于是出于对于自由带来的焦虑与虚无的恐惧，以及对于被丝线牵扯的病态安定感的依附，乌吉卡众人确实像安装人偶一样，将自己的生命捆绑上丝线，连接到自己生命外部的某个存在上，以让自己的肢体及生命在身心承受范围内活动起来。人们的本性往往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勇敢，而是在打击之后更偏向犬儒，并不需要经历非常重大或连续的挫折就可以放弃自由，只需稍体验过自由的苦涩，即可让它回到束缚状态。但另一方面，即便他们选择了犬儒，预期中应该被赎回的安定感仍却迟迟没有到来。Namu 在大量的曝光度和暗处心魔围成的陷阱中寸步难行，曾经追求的流量也变成即使今天喜欢，明天也厌倦了。Saki 在痛苦回忆的沼泽里挣扎着越陷越深，Tomori和木子米酱的追问对他来说是不可承受的重负。Mortis 既没能保护好木子米，也没能维护住木吉卡，获得了身体的控制权又如何呢？诚然，自由意志驱动的行动的徒劳是对众人自主性的否定，但即使依附了丝线却仍落得痛苦的结局，更是一种极致的羞辱。而现在的问题是，他们的罪在何处，以至于会被降下这样的惩罚？在他们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们的命运脱离了本该既定的轨道？在这里，我们依然可以用逆向解构的思维去分析这种连线状态。我们假设他们确实仅如上述分析所描述的那样，即拱手相让生命的自主权是由实践自由和主观能动性失败之后的犬儒和苟且心态所导致。那么当丝线断裂时，会发生的事情也不过就是他们被重新抛回自由中，重新面对迷茫和虚无。我们确实可以在其中一些境况中看到这个状态，例如 Saki 在木吉卡解散之后的麻木，乌米里在看到 Crashik 重组时咬牙切齿的神情， Mortis 在空窗期里持续反复于沮丧失落与歇斯底里之间。但在这之后，一个残酷的事实撕碎了我们希望他们的境遇不再恶化的幻想，以及对难以回答的生命意义的终极质问的粉饰。木子米酱和 Mortis 接连失去了生命，更准确地说，接连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该怎么理解这个后果呢？是自由带来的迷茫和虚无足以痛苦到让他们觉得难以承担吗？这好像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对于木子米酱来说，他在坠亡时仍然在心中抱有很强的情感执念，为了 Crashik， 为了 Saki， 为了吉他。以木子米酱的坚定和坚强程度来说，他是不会在这个时候因为虚无和迷茫而去死的。相同的，尽管 Mortis 在后来确实遭遇了一定程度的生存意义危机，但在木子米酱坠亡之后的一段时间， Mortis 仍然很努力地想要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木子米酱消失了，那由我来扮演木子米酱的角色就好了。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认为在阿贝木吉卡这样的群像故事中，显然他们拥有共同点的个人经历绘制了一幅普遍的更为宏大的叙事图景，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不同角色之间的差异对于塑造角色和故事层次和立体程度方面起到的作用。从剧作角度来说，在一个共同体中，如果一个角色的结局不同于另一个角色，那么这种不同很可能是为了想说明什么，或者服务于一些角色塑造和情节描写的目的。因此，从他们的这些对于生命中重要变故的应对来看，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无论木子米酱还是 Mortis 都已经做好了面对新的挑战的准备和觉悟，而不是像乌米里、乌伊卡或者 Saki 那样在木吉卡重组之前犬儒的麻木的生活，去回避他们的不幸。木子米酱和 Mortis 看起来在6人之中最不善言辞、最天真幼稚，但这种不谙世事的固执和冲动，也是他们在未知面前最果断、最坚强，对所眷恋之物或人的意念最坚定的证明。然而，木子米和其他角色之间的对比，不只是衬托角色性格特点而已。和前面一样，当我们在思考为什么木子米和 Mortis 最后以死亡作为结局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样思考为什么其他角色不至于以死亡为结局，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差异。在谈论到生活的意义时，很难回避存在先于本质这个观点。由萨特提出的这个观点是在说，一个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事实，在各种层面上都先于有关他的任何意义。反过来，任何人都不是带着什么既定的目的或者意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们都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由我们自己的行动来创造相应的意义的。先有不带任何目的和意义的存在，而后有行动，行动产生意义。这乍看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肯定，但是也揭露了生活的残酷之处。如果没有行动，也就没有意义。如果行动，因为一个个体本身的存在不带有既定的目的，所以行动的主体将对其产生的后果完全负责，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以 Timolis 恐惧作为花名的乌米里，最直观地呈现了处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下的消极应对方式。由 Taki 口中问出的那句话，揭穿了乌米里一直尝试回避的问题。乌米里，你真的加入过一个乐队吗？虽然嘴上说着什么意思，但其实乌米里心里是清楚的，关于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加入一个乐队这件事。加入一个乐队，真正成为乐队的一员，与其他人产生羁绊，就是一种尝试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痕迹，去产生生活的意义的所谓行动。从 Krashik 和 Michael 的故事中，我们已经领会了想要创造生活的意义的潜在的风险和代价是多么的高昂和令人心碎。我说够了，乐队什么的，我本来就不想组的。乌米里知道这一点，他对此感到恐惧。他最初的选择是用无尽的琐事来填满自己的生活，掩盖掉那个巨大的关于生活意义的空洞。但我们逐渐看到，他也正在下定决心去用新的行动创造新的生活的意义。亚姆和维卡也是如此。毕竟，如果我们接受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那么这就是生活的必然，要么承受虚无，要么做点什么来填满生活。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发现，他们的花名都象征着他们对于生命意义的质问做出的答复。乌米里通过恐惧来麻痹自己，亚姆通过爱欲来补全自己，维卡通过悲伤来怜悯自己， Saki 通过忘却来原谅自己。讨论到这里，我们终究又回到了最难以回答的木子米的问题。木子米酱和 Mortis 解决生命意义问题的方式是死亡吗？如果真的是，那又是为什么？又是怎么样解决的？正如开篇所说，生命在故事里有着生物层面之外的附加意义，而死亡是生的对立面，是存在的对立面。死意味着不再存在，意味着无法做出行动，意味着意义的彻底消解。相反的，如果我们将生看作一种既定的存在事实，那么死也就意味着随着生一同被赋予到这个个体身上的关于行动和承受后果的责任也消失了。
对比其他人，不论怎么样，都通过做出新的行动来解决关于意义的问题。木子米酱和 Mortis 选择了退出这个回答，选择了不再做出行动。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认为木子米酱和 Mortis 本质上和其他4人没有区别，只是出于纯粹的自身意志，不再意图着存在和创造意义，一种自由意志主导的选择。但这样的话，关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群像中的个体差异形成的层次，就只局限于呈现出纯粹主观的辨识，也就是一种性格、情感的随机性。有人在面临这种情况会坚持下去或另找出路，有的人会去死。或者，如果我们用类似宿命因果角度的观点来理解他们的命运，也就是他们的结局是所有已发生的事情持续下去的必然结果，那么一定是关于木子米酱和 Mortis 这一对个体的存在本身出现了什么问题，才导致了作为存在的反面死的结局。该说是多么美妙的巧合吗？还是我们终于历尽艰辛找到了真正的答案？在剧情里真的有很多的篇幅在讨论关于木子米酱和 Mortis 的存在问题，关于他们是如何诞生、如何维系自己，当然还有最后是如何消亡的。或许我们早该意识到木子米酱和 Mortis 的诞生有别于其他人的特殊性，以及这种特殊性所代表的意味。木子米酱因吉他而诞生，通过与音乐形成共同体而绑定的 Saki 的青梅竹马关系来维系自我，因吉他所有权的失去而消亡。Mortis 因木子米酱的痛苦而诞生，通过能让木子米酱对自己产生需求的阿贝木吉卡来维系自我，因木子米酱的坠落而消亡。他们两个主体分别独立的，像悬浮的楼阁般共同栖身于一个躯体，他们的存在并非鲜艳的，并非先于行动和意义的，他们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意义才诞生的。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存在先于本质，行动产生意义的极端情形。在欲望和意义先置于，甚至决定和创造了存在的情况下，我们作为旁观者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主体是如此强烈地欲望着那个意义，以至于意义膨胀到吞噬了原本应当先于一切事物的不可动摇的存在，取代它成为构成这个主体的真正本质。这样的潜在后果实际上也发生了，就是如果没有吉他，木子米酱就不会诞生，更将不复存在；如果没有木子米酱， Mortis 就不会诞生，也将不复存在。死亡就成了他们必然的结局。在许多画面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如同剧院一般的场所，这个场所仿佛海德格尔所描述的在人内心深处的那个林中空地，树木环绕的一片草地上，一束阳光穿透树冠，照亮了一片地面，所有的事情都在那里发生，也在那里逝去。在这个剧院的舞台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不寻常的死，这种死无关这个主体的自由意志做出的选择，或导致其做出这种选择时所处的外部境遇，也不在于由此凸显角色的性格和精神品质。这种死不在于死亡，而是存在的反面。死意味着存在的消解，在木子米酱和 Mortis 的语境下，进一步意味着创造和支撑着存在的那个意义的崩塌。青梅竹马之爱终究无力抵御由时间逐渐冲垮至下沉崩塌的现实。永远保护你的坚定承诺，不需要几场事与愿违，就能被悖论带出最深处的鲜红且跳动着的脆弱。死
在内在逻辑的角度上作为一种结果，而从旁观者的视角上是作为一种证据，一种用他们的生命照亮的道路，让我们能够来到一切的起点，看到他和他们对于所爱之物的情感的纯净、真挚与深切。吉他、Saki、Krashik， 包括木子米酱自己，都太过耀眼，所以一旦消散，就只剩下最死寂的黑暗。因为死，我们才得以来到这里，看到黑暗的起点是无比耀眼的温暖和光明。该说木子米经历的这一切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自我吗？或许不该。这一存在先于本质逆位的生命状态，因为爱意和眷恋而生，也因为爱意和眷恋而死。爱意即为本质，爱意决定存在。庆幸的是，木子米依然存在，舞台在等待着新的主人。当新的眷恋之物出现的时候，或许就会有下一个新生。在这个舞台上，每一段生命都是一场温暖的噩梦，极度甜蜜又必定迎来毁灭结局。正如木子米在最后所说，我的生命立于众多死亡之上，并非我所愿，而是为了生存。昨天一次，今天又一次，我想全部都忘记。这种生存模式的代价是如此高昂，但我相信这种甜蜜和温暖也是其他人从未也不将会体验和得到的。这是只属于木子米的能力，是世界给予他的惩罚，更是馈赠。让我们祝木子米酱和 Motis 晚安和好梦，祝愿走下舞台的你们永远幸福。